大家好，欢迎你们来以色列美角的频道。我们现在在 Shuk 耶路撒冷的 Shuk。耶路撒冷的 Shuk Machane Yehuda。然后我们今天呢是逾越节的第4天，就要做一个走路聊天的影片，让大家看逾越节的期间耶路撒冷的市集是长什么样子。那我们今天有2个任务，第一个任务呢是我们有70块以色列的钱的预算，我们要买面包跟一个甜点，因为平常的日子这个预算是够的。那我们来看看这个预算在今天逾越节的期间够不够。那大家要不要猜猜看，逾越节期间是商店很多是关门还是开门的？猜一下。好，公布答案。我这样看呢是，跟平常差不多，都有开啦。有一些没开，但是人潮比平常多大概1倍，还没有到很夸张，还走得了，没有卡住的感觉。那我们现在呢，就来找面包，找逾越节可以吃的面包。那因为我们这几天都在吃无酵饼，所以如果可以找到像面包的，然后逾越节可以吃的面包，就会很开心。那我们来看一下现在的市场里面都卖什么样的东西。首先，看左边好了。左边这里，有卖酒，有卖一些那个熟食，然后1公斤应该是79或89块。然后这边有卖很多的水果。我刚刚走一走，然后我想说，我的钱不见了。刚刚不是拿给大家看，后来发现是压在我手机下面。那我现在就把钱拿给 Kenny。太危险了，太危险，这里人好多。好，来看一下有卖什么东西。这些是卖一些干果，平常也有。然后这里是卖那些小菜啊，腌制的橄榄啊，还有熏肉啊。然后这里呢是卖哈瓦，就是中东的芝麻糖，那有各式各样口味，还有威士忌口味哦。然后很普通的衣服店，就这些店平常都有开，但是因为现在是过节嘛，耶路撒冷就来了很多从以色列不同城市或者是全世界不同地方的犹太人就在这里，然后逛这里的街，所以就变得好像突然很热闹的感觉耶。好，那哪里会有我们的那个面包呢？这是哈巴，他给你安息日的蜡烛，然后你给他一些捐款这样子。那我们今天的第2个任务呢，就是我们现在人在这里嘛，Machane Yehuda的市场。那我有推荐2间在这个市场可以找到的餐厅。那我们现在就要做一个调查，就是在逾越节的期间，这2间小吃店的餐厅有没有开门 ？OK， 我们来找一下。那这本旅游书是我写的。那很多人都在问说要怎么买。那在台湾的话，就是一般书局都会有卖。如果是在海外的话，可以在台湾的博客来网络书局买。那它都会寄到海外的任何的地址。如果你们要实际上知道怎么操作博客来的网站的话，我会把链接放在资讯栏，你们可以看。他在干嘛？纳坦雅胡跟 Bibi 不是纳坦雅胡跟川普，他在给他们祝福吗？对啊，就是来祝福他，祝福他们。那他跟他有关吗？没有，没有关联。那他上面写什么？他说的בורא עולם אומר למען אחי ורעי אדבר ענה לשלום לך. So they'll talk about for my brothers and for my neighbor, I will speak shalom. Oh wow. Yeah. 哇哦！请问希伯来文要学几年才可以跟你一样？要看吧，要看。看什么？要看哪里？看你可以投资多少时间。我觉得，有人他们
即使住在这边20年，可是他们没有上课接触到可以讲一些希伯来文的那个环境，这也是算零啊，对不对？所以我觉得要看你的 intention 嘛，你的怎么说？你的企图心，你的动机有多强？对啊，你的企图心跟你的动机。我们现在要走到有屋顶的那个市集里面，刚刚是露天的部分，所以你们看得到蓝天。那这个角落哦，杏仁街。然后这个角落平常好像是卖水果，那现在就卖那个逾越节期间可以吃的点心，椰子口味的一些东西。那快速的跟大家讲一下，就是逾越节不能吃有效的东西嘛，因为逾越节又是除酵节。那水果就是都没有问题，水果都可以吃。比较有那个争议的，不是争议啦，就是比较不能吃的、有限制的，就是面包。所以我们现在就在看逾越节可以找到什么样的面包。哈，没开。这个是我在书里推荐的 Jafnoon Bar， 它是也门的饼，很好吃，也门的葱抓饼，那就没有开。然后这个是可能新开的一个早餐店，我觉得蛮美的。那它的生意超好哎，这里都是，他们吃的好像是薯条，也是没有吃面包。那这里竟然有一个披萨店，披萨店没开，它没开啦，对，它就是，那它在干嘛？奇怪，它是有开还是没开？他就是在打扫，我不知道为什么第4天然后打扫。那这里很多的餐厅，其实你们看有涂鸦的都是没有开。然后顺便讲一下，这全部的照片贴纸都是为以色列阵亡的士兵。你们如果现在来以色列，会在很多地方都看到这样子的贴纸，就是在缅怀这些士兵的付出。好。这里也是啊，你看一大堆贴纸。然后平常啦是在安息日你才会看到这些店拉下来，然后有这些涂鸦，这些涂鸦都是可能跟以色列有一些关系，都有故事。那像这个的话，它是一个就是如果发生需要急救的状况的话，这些人他们会是第一个冲到现场，处理好伤口以后，然后救护车才会来。那这里呢是一个很热闹的一个街口，这里卖鱼。我们往外走，我们去看那个 Ariha Sabich， 那个是我推荐的第2家餐厅。然后呢，我们目前还没有看到面包嘛。那等一下，如果真的没有看到面包，我要跟大家讲的就是什么样子的面包在现在的拉比犹太教里面是可以被接受的。这里有一个饭团店吗？新的，我没有注意过这里有饭团店，好奇怪，我怎么会不知道？亚潘尼，一个三角玉饭团，23块。Hola, Taiwan and Singapore. Taiwan and Singapore. You know Spanish? You know Spanish? Welcome to Israel! Welcome to Israel! Welcome to Israel! 好，我们现在继续走。现在人潮很多，所以比较不好拍。那我们要去第2间，我在书里有推荐的，就是在那边公车站牌后面。但是我这样看起来，它也是没有开啦，因为它的那个饼在逾越节没有办法做成无效的版本，所以就干脆放假了。那就变成说剩下的店，因为很多游客，所以就变得比平常热门很多。你看，对啊，Ariba Sabich 不是 Ariba， 所以没有开。你看那些人站的地方，那它旁边呢是一个糕点店，也一样是没有开。所以我们今天的任务还没有达成，就是要买一个蛋糕、一个点心跟就是面包。
那这里呢是卖酒的店，以色列的酒品质好又不贵。那它为什么这样子拿布遮住呢？就是有些酒是逾越节可以喝的，有些酒是不能喝的，不能喝的它就会先遮起来，怕你拿错。那这间是很好吃的糕点店，刚好逾越节休息，买不到面包，买不到点心，我们再来走吧。这个街口呢是卖那个布瑞卡，是土耳其的千层饼，就在这里。那也是啊，在这里，那没有开，不过它好像也就顺便在装修啦。你看在装修。那如果你们有一阵子没有来，就是耶路撒冷市集的话，会发现有一个不一样的点，就是它这里啊之前在施工，我们都不知道它在施工什么，现在知道了，就是这里盖了一个地下停车场。所以就是如果开车来的话，可以终于有一个地方停车了，不然以前真的是这里的交通很恐怖。那以色列就是这样，全民皆兵，他是有宗教信仰的，因为他有戴 kippah 嘛 ，kippah 就是犹太人在头上戴的那个小帽帽，可是他也有背一把枪，所以就是不是所有的宗教犹太人都不当兵，也有当兵的。那在 Shuk 这边呢，有俄罗斯超市，就是这间 K 开头的 Carberg， 然后也有亚洲超市，就是 B 开头的巴拉干。那两间今天都有开，因为他们主要的客群也都是，就是没有要很守 kosher 的当地人，或者是住在他们当中的外国人。那有2件重要的事要跟大家讲，一个呢就是无酵饼到底是念酵还是酵？那基本上在台湾的话，国语词典就是说酵，可能有些人的住的地区习惯念酵无酵，可是对台湾人来讲，就是发酵、酵母、无酵饼，就是我们通常是这样念啦。那第二个呢，就是什么是酵？那其实这里就要分是圣经里面对于酵的定义的原则，跟拉比犹太教对于酵的定义的原则有什么不一样？那圣经的话，它就是在写出埃及记12章15节，你们要吃无酵饼7日，头1日要把酵从你们家中除去。那酵的话就是就是你有发胀的东西，这样就算酵。那它的定义并没有说是什么东西，或者是发酵多长时间，所以这是圣经的部分。那拉比犹太教当然就会比圣经更加严格，他们是经过了2000年的这种讨论啊，口传律法呀、塔木德啊，然后拉比研究出来，包含就是有5种谷物：小麦、大麦、黑麦、燕麦、拼麦，英文是 spelt。然后呢，不知道大家记不记得我在2年前还是3年前的时候做过一个18分钟内要把那个无酵饼做出来的影片。那为什么是18分钟？这也是拉比他们研究出来的一个结果，就是超过18分钟这个东西在拉比犹太教里面就算是发酵了。那如果你是17分钟、16分钟，你碰到水，捏小麦片碰到水，那还不算发酵。那像我们现在吃的无酵饼，它就是小麦做的，可是它没有发酵18分钟，所以它算为无酵饼。所以呢，为什么我会信誓确定我可以在逾越节的时候找到甜点？因为只要是在这5个粉之外的这种谷类，它是可以在拉比犹太教，也就是在以色列的社会，在耶路撒冷是被接受的。举例来说，像是米粉，或者是刚刚我们看到就是杏仁粉做的那个椰子饼干，应该是杏仁粉吧，反正就是他们可以找得到替代小麦的，或者是只要它小麦没有发酵超过18分钟，那样子的麦的制品就是可以被接受的。那至于为什么超市那么多东西都被打叉叉，是因为在以色列呢，他们很注重就是你有没有那个 kosher de Pesach， 就是逾越节洁净的那个标志。那如果你没有的话，他们也不接受，所以就是有很多限制。这也是为什么很多的店也都没有开，因为要得到就是拉比的证书，或者是你卖的东西都是你用的原料都是要有那个逾越节可以用的东西的话，就会把你的成本拉高啦。
然后你可能也找不到就是人手来，所以就是刚刚我们在市场看到那么多人，可是我们几乎没有看到就是卖披萨呀，就是可以吃的正餐的东西，点心、水果的那些都有，但是像这样的餐厅关门的。那我们现在呢，还是继续找面包，然后继续找甜点，然后我们的钱都还在，都还没花，1块钱都还没花。讲了这么久的话，这个就是我刚刚说的 kosher 的 Pesach， 就是逾越节可以吃的，但它是肉，它也没有任何的会发酵的东西在这啊。然后呢，这间是伊索比亚的餐厅，伊索比亚他们会吃一种饼，然后那个是发酵可能是2天3天，所以它不可能在今天开门的，因为那个饼就是它的精华。然后这里有一个古董店，它整理过后就变得很井然有序，就好像更好逛。然后电器店，然后前面有一间新开的bakery 糕点店，不知道有没有开，没开，好可惜哦。这家我想要来很久了，我就是在等跟他约会的时候再过来，因为这么美的一间店，结果我们来了，他没开。那个，请问要约会还是要回家？还可以约会一下。还可以约会，要找到地方约会很难呢。好，我们过马路，这里绿灯一下就会变红灯。这家店是卖薯条的，他平常就是只卖薯条，那今天他就继续卖薯条，所以就生意不错哦。然后这里呢，就是继续走就会到西安广场，算是以色列，算是耶路撒冷比较热闹的步行街。然后上面的这个装饰啊，就是倒过来的街道，所以树是倒过来的。然后板凳也是倒过来的。那这里也有一个亚洲超市，在这里。然后，这条街要到前面一点才有餐厅，这里都是卖衣服啊，这些有的没的。那耶路撒冷也有 Pizza Hut， 也有麦当劳。Pizza Hut， 平常就已经不是很好吃了。我相信，如果是在逾越节，它会更不好吃。它没开是吗 ？Pizza Hut 在那边是关门的。然后我们转过来看，这里卖falafel 的，就是炸鹰嘴豆球的，它竟然有开，好神奇哦！因为它的披萨饼，它可能真的是满逾越节可以用的，还有沙威玛呀什么的。看看他们吃的，不知道有没有跟平常不一样。来看一下，这是逾越节可以吃的。你看，它有这个证书，说它是在逾越节可以营业的。那它的饼跟平常什么不一样呢？看起来呢，就是比较薄的饼，就不是用平常的披萨饼这样子。这里的话就是卖 muffin， 有没有开？没有开。他说他再想一下。那这条街呢，叫做 Ben Yehuda Street， 热门的步行街。然后这一家餐厅是卖贝果的，那显然他也有做到就是逾越节可以吃的条件，不然不会有这么多人坐在这。不过我看他们吃的是薯条，然后一些薄饼这样比较简单的东西，搞不好，对啊，就是这家店。然后这里有冰淇淋店，也可以吼。这里有一个气球的艺人，然后那里有一家麦当劳没有开。更正，麦当劳有开，然后我看他们吃的汉堡就跟平常的长得一样哎，但是是逾越节可以吃的哦。好，继续走，然后这里有卖果汁，这两间店都是卖果汁的。
这里是最热闹的地方，前面呢就是西安广场，走过去看一下。他们吃的那个可丽饼是冰淇淋店卖的，所以也是逾越节可以吃的版本。然后这里有类似那个 Subway 的三明治，看他们吃的。因为虽然说它看起来胖胖的，只要它用的不是那5种粉，或者是它发酵时间没有超过18分钟，那就是逾越节可以吃。所以这2间店，汉堡店啊也都有开。然后这里卖的那个哇沙威玛，不知道你们有没有看到它的价位，比平常可能贵了30%吧。它现在一个那个牛肉鸡肉沙拉80块，然后一个沙威玛65块，合台币大概550、600块，不是50块、60块哦，500块、600块哦，这就是逾越节的物价。然后呢，前面这里是我们的西安广场，它在普洱节的时候多了这些的装饰，蘑菇屋啊，然后蝴蝶，还有一些树叶，假的树叶。那现在逾越节到现在也都没有拆，所以我觉得看起来是很欢乐。那大家就坐在这里很惬意的休息，很难想象今天是战争第556天，然后以色列还在战争中，还没有结束，可是气氛是这个样子。好，那这条街呢就是雅法路，雅法路也是车子不能够通过，只有那个轻轨。那现在的轻轨呢，跟2个月前不太一样，它变瘦了，可是好像变长了一点，然后人可以站的空间变多了，然后票价比2个月前贵了2块，现在搭一趟要8块，等于台币大概70块。那这是现在还在盖的一个旅馆，它墙壁上呢就贴了还没有回来的人质的海报，这些都是还没有回来的人质。Kikation 就是西安广场，这2个不知道是谁。In Paris will be open also. 新的轻轨，那大家还是塞不进去，逾越节人太多了，看满满的，满满的。这一站呢叫做 Yapo Center， 就是市中心，雅法市中心这样。那我觉得今天的人潮应该比平常多3倍吧，3倍4倍。有人挥手。好了，那我们最终还是到了雅法路街角的这间糕点店，那它生意很好。那我们来看它都卖什么样的东西。那重点是它这里全部都是那个逾越节可以吃的，像这种面包啊，它是它有特别写，就是它不是我刚才说的那5种谷类的材料。那这样子它有小小3个面包，20块 shekels， 等于台币大概180块，我也可以试试看。然后这里卖的蛋糕啊，好像是巧克力口味的 chocolate， 它也是写就是一个55块，2个100块，然后也没有就是我刚才说的5种谷类，所以不用担心它会触犯到拉比犹太教对于逾越节的限制。然后
这里的那个三明治啊、披萨呀、千层派啊，都是逾越节可以吃的。还有意大利面啊、cheese 蛋糕都是逾越节可以吃的。我其实是想要买整个蛋糕，但现在它就分开卖，然后含咖啡30块，所以我们就去结账吧。买了小小的面包跟小小的蛋糕，所以呢，这是我今天达成任务，面包跟点心这样子是40块税扣，等于台币大概350、360块。然后呢，买一个东西跟打仗一样，人超多的，然后店员都很累，真的是打仗现场。那这个20块的蛋糕呢，我觉得非常好吃，所以我就一直吃。那它其实跟平常的cheese蛋糕没有什么太大差别，只是它下面是没有任何的饼干，它就是一个cheese 做的蛋糕。然后我们现在试一下这个，一个要7块钱，也就是台币大概要60块的面包，跟平常是不一样。那我是不知道它是怎么样子符合那个犹太节期的这个节食条例，因为它看起来就跟一般的面包是一样的。有点玉米味，所以可能它是玉米面包吧。你吃一下好了。有点硬。可以说有点硬。好像跟普通面包一样的味道。那所以呢，如果是在逾越节的期间来到以色列，就会碰到这样子的限制。有人说是不是只有耶路撒冷才会这样，然后以色列其他城市不会？可是其实耶路撒冷它是有阿拉伯人居住的地方，所以我们现在逛的地方是比较多犹太人来的，所以这些拉比的证书啊、印章啊，就是逾越节可以吃的这种，就变得很重要。那在阿拉伯区，你就完全不会感觉到这样子的气氛。所以阿拉伯区在哪里？像是旧城里面，穆斯林区、基督徒区，那都是属于阿拉伯人住的地方。然后就是旧城东耶路撒冷那边，当然现在没有分东西啦，只是说如果你要真的是区分的话，就是阿拉伯人比较是住在那一区，那边你就想要买什么就都可以买得到，不会有限制。阿拉伯超市也是这样卖面包。那所以我相信在在以色列其他的城市也都会有这种小小的地域的差别，有些地方就会很严格，你就找不到东西吃；那有些地方就好像完全没有逾越节的气氛这样子。那最后呢，如果你们对以色列有兴趣的话，可以持续的追踪以色列美角这个频道。如果你们想要看一些特别的影片，或者是想要支持这个频道的话，也可以加入频道会员哦。好，就这样，大家拜拜。